就在前天愚人节这一天，万科及其前任董事长郁亮遭到了当地开发商的实名举报，着实给这个节日平添了一丝黑色幽默。烟台市百润置业公开发文控告郁亮团伙利用万科挪用资金、发放高利贷、偷税漏税、洗钱等违法经营问题。这一舆论狂炸直接将万科推向了风口浪尖。尽管这一震惊性爆料在当天未引起足够关注，连万科股价也未受到太大波动，但今日一起盘，万科 A 股就应声大跌，全天几乎都维持在5%以上的跌幅。更加惨淡的是万科港股直线狂泻近13%，可见资本市场对这一举报丝毫没有视而不见，投资者们为躲避风险疯狂抛售，无疑亏蚀惨重。这起风波说到底还是源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持续低迷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%，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均出现2位数下滑。进入2024年，尽管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，但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同比仍然下滑5.8%，而且在3月中下旬，多地出现项目阶段性熔断的情况，行业从业人员更是普遍反映融资难、现金流吃紧。在此背景下，与万科的纠纷也因利益分配产生了裂痕。根据举报内容，万科在当地采取了所谓小股操盘的合作模式。具体而言，万科在合作项目中并不持股，但仍由其团队负责整个项目的运营，使用万科品牌和产品体系，并与当地开发商共享万科的信用及采购资源。这种模式一开始似乎对双方都很有利。万科以自身品牌效应和运营经验获取服务费，当地开发商则借助万科赚取品牌溢价和资金渠道。然而，随着行业的持续低迷，恶果也逐渐显现。举报方控诉，在共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销售陷入困境后，他们不得不以高利率向万科贷款维持运营，但万科方面早已从项目服务中获利，因此双方矛盾激化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一矛盾的根源还是缓慢去库存遇阻、现金流断裂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223年底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达到10.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9%，库存压力沉重。有分析预计，2024年全年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将继续下降5%至10%。而在去库存受阻的同时，开发商的现金流也持续恶化。多家上市房企2023年现金流为负，例如中海外、万科现金流分别为负340亿和负233亿元，债务问题更是雪上加霜。2023年，地产行业整体负债率超过80%，有230多家房企曾出现不同程度违约。截至3月底，行业债券违约余额已达8370亿元，远超2018年全年321亿元的水平。在高负债的压力下，开发商对账期、利率等要求越来越敏感，一旦出现利益分配不均，矛盾就可能激化至无法调和。当前形势下，房企能否渡过难关，将决定债务风险能否得到遏制。不过，令人担忧的是，已经有房企主动放弃债务重组。绿景控股就于近日宣布无力完成重组，随时可能面临清盘。监管层内部人士透露，短期内房地产行业或将有40至50家房企被迫退出。如果出现一批中小房企集中暴雷，必将带动债务风险外溢，引发连锁反应。面对行业的信心危机，监管部门正在加大有为有序化解风险的力度。除了持续发布利好政策外，近日财政部还下发通知，要求财政存量资金全力纾困房地产企业。地方政府将用盘活的资金给予房企贷款贴息等支持。然而，钱从哪里来成为了挥之不去的梗，政府的财力又究竟有多大？不仅如此，促进二手房交易、
助力去库存的政策也层出不穷。郑州提出，2024年完成以旧换新1万套房源，还将对此给予契税补贴。而上海也试点发放旧房交易补贴。不过，各地推出的政策实施情况参差不齐，加之二手房与新房的价差过大，以及双向交易费用过高，其实际效果或将大打折扣。毋庸置疑，当前房地产行业正处于不振的关键时期。万科被举报事件只是一个缩影，这种暗流涌动或将引发进一步的示范行为，如违规开发、逃废债款等，进而发酵成更多矛盾和纠纷。从长远看来，地产调整若持续走低，无疑将影响住房供给和人们的居住需求，届时经济下行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。房地产行业素有拉动经济之称，其贡献占 GDP 比重一度超过 25%。随着地产投资的持续低迷，相关产业链都将受到严重冲击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、新开工面积、房屋施工面积和土地购置面积等主要指标同比均出现2位数下滑。作为支柱产业，房地产投资对钢铁、有色金属、建材和家具等行业形成了强大的拉动作用。以钢铁行业为例，中国钢材年产量约为11亿吨，其中约 40% 用于建筑领域。在地产需求大幅减少的情况下，钢铁行业必将雪上加霜。事实上，上游建材行业正遭受重创。2023年，中国房地产商品混凝土累计产量同比下降 25.5%， 平板玻璃产量下降 17.9%， 水泥产量下降 16.7%。受此拖累，多家建材巨头业绩出现大幅下滑。华润水泥去年净利润同比暴跌 85.8%。如果房地产持续低迷，上游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恶化，大量半死不活的企业将面临停产或破产。下游家具、家电行业同样遭遇寒潮。原文中提到，去年中国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滑大约 24%， 对家具、家电等行业产生了严重冲击。家具行业的顶级制造商之一顾家家居去年净利润同比暴跌 85.2%， 中国家具零售额也在连续3年负增长后进一步下滑 7.1%。 广东、江苏、山东等传统家具产业基地无一幸免，大批中小型家具企业面临生存危机。纵览产业链条，影响不仅局限于房地产和上下游行业，金融业、装修装饰行业、房地产中介等服务业都将承受巨大冲击。例如，去年中国住房贷款增速仅为 5.9%， 同比下滑近10个百分点。一旦地产债务危机进一步扩大，银行不良贷款将大幅增加，银行体系面临系统性风险。而且，地产低迷还将蔓延至整个消费市场。一方面，购房者资金流向房地产，房贷压力加大，其他消费需求将被严重压抑；另一方面，房地产作为主要的财富储备渠道受阻，也将削弱居民的消费信心和能力。业内人士预计，2024年中国消费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至 5% 左右的低位水平。连锁反应还不止于此，房地产税收几乎覆盖了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 30%， 在新房销售和房产交易大幅下滑的情况下，各地政府收入将大幅缩水，削弱了财政实力，民生支出和基建补短板力度都将受阻。此外，劳动力也将加速从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，进一步加剧服务业的就业压力。地产寒潮一旦持续深入，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房地产拉动、投资驱动、出口拉动的传统3驾马车之一已经瘫痪，整个经济都将陷入低迷。与2008年和2015年的经济下行周期不同，这次经济下行压力远超预期，且更加节节败退，步步为营。
要重振经济信心和发展动力，房地产市场复苏无疑是关键一环。然而，就目前来看，房地产止跌的曙光仍未出现。前面提到的万科被举报事件，反映出房企之间的矛盾激化，举债经营和债务风险加剧。监管层虽在加大有为有序化解危机的力度，但真正拿到实打实的政策利好，其实还很有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导致房地产行业长期低迷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。人口老龄化、分配矛盾加剧、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，已经沉渣泰山。单纯依靠刺激性政策难以重塑市场信心，恐怕房地产阴霾还将长期笼罩中国经济。很多中国人愿景乐观，但现实又怎能如他们所愿呢？